大家好，我是樱田。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你们看一下画面就知道了。这周应该说准确的是上周六又发售了大量的比鲁朵相关的玩具啊，而且这次因为令人瞩目的东西比较多吧，一个是这次的新瓶子啊，和普通的瓶子长得都不一样的这个鳄鱼瓶子啊，自己还带声光，然后后面还出了这一把新的烟枪，然后随之还发售了一堆小小的瓶子，然后还有硬木的。熊电视这样子的一组瓶子，所以东西真的非常多啊！而且这次新东西出来之后呢，有一些老瓶子也能读出一些新音效来了，所以恐怕这次量会非常的大，我实在没有办法在一个视频中全部做完，所以这次我决定把它分成2期。第一期呢，我就先做大家最期待的这个鳄鱼瓶子的评测，以及带上这边2组新发售的 Best Match。后面这把新的烟枪以及熊电视的这组硬木瓶子呢，我会在明天的投稿中进行介绍。好了，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就来看这一次的新瓶子吧。这一次的鳄鱼瓶子长得非常的奇葩。我们先从它的包装上来看吧，它的包装呢也和普通的 Full Bottle 瓶子的包装不太一样。大体上它这个包装呢和普通的 Full Bottle 的还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大家可以看这边一个缺口。普通的瓶子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梯形的凹口这边呢为了大概迎合它这个鳄鱼的一个造型，所以做成这样牙齿状的一个形状这个地方也是比较用心的。让我们来看一下正面的这个包装设计，logo大家看了这一画觉得怎么样呢？我个人真的是被帅爆了第一个是呢，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紫色。第二个真的是这个造型，外加是这种身上全部都是裂开的这种纹样。我去年爱上僵尸这个造型的时候，和现在喜欢上这个鳄鱼这个造型的时候的心情大概是差不多的那么现在我们把整个盒子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次这只瓶子呢是和 Scratch Drive 进行联动来变身的顶上这边还写了可以和这次新发售的烟枪进行联动。好，那么盒子我们放到一边里面的本体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拿在手里哇非常的重比普通的瓶子要重很多。那么当然是因为它搭载了这个声光的效果，所以说它里面还有电池还有电路因此整个重量是超越其他瓶子的。第二点呢，它的这个瓶子的长度也和普通的瓶子不一样长出很多我们来四周转一下，看一下这个瓶子的造型吧正面呢是这样子一个感觉紫色上面是绿色而且这个造型你们看这个线条，这是个茄子吧这个真的长得很像茄子然后正面这边是2个这个鳄鱼的嘴巴的这样子的一个造型当中吧唧给它夹爆这样子的感觉。侧面是这样子的，背面这边的侧面，顶上和普通的 Full Bottle 有一点不一样它这边是一个金属的一个零件，虽然也是可以往里面推的，但是它不再像普通的 Full Bottle 那样和里面的液体联动什么的。这一次这里面大家是看不到里面有液体的，而且呢晃呢也是没有用的，里面是没有这样子一个可以上下移动的一个零件的。这次呢直接是靠上面这个金属的这个零件呢和腰带上面的那个凸起进行联动，来触发它的里面的一个音效的吧这边呢是金色的涂装，也是非常的漂亮底面呢这边是它的喇叭，因为 Full Bottle 在和腰带联动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倒置插进去的，然后这个喇叭在上面的话，所以它的音量应该还是有保障的。买到手呢，这边一个缺口里会有一个绝缘条，拔掉之后它就算启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玩一下它的单体音效吧这边触发它音效呢是靠旋转上面这个盖子往左往右转都没有问题，它的触发的位置呢是在这个盖子往这边偏一点点的这个部分。我们先这样子一个方向转一下，大概转到再过去一点的地方就触发了这个首先是自报家门那么第2次我们反过来转转好了这个就是在剧中
变身时候使用的这样子的一个音效啊，非常非常带感啊！我感觉这个音效我是会中毒的。那么再转第3次。啊，这个迷之音效，它是说这个瓶子呢夹不碎，但是你这个瓶子后面不是裂开了吗？不是很懂啊，这个音效在什么时候会出现，不太清楚。那么它单体的玩法呢，就是这样3种音效，它是按着顺序这样播放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让它和 Scratch Driver 进行联动。由于第一次这个幻德变身的时候啥也没说，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之后会怎么样说他这个变身啊。那我们这次姑且就啥也不说来进行变身吧。整个音效全部都让人中毒啊！不管是腰带上发出来的，还是瓶子自身带的这个音效，简直我可以说这个音效是我目前听下来所有的音效中最让我欲罢不能的一个了。那么这一次我们再来试一下啊！这次我瓶子这边先不扭，直接把瓶子插入。这次我们可以听到就是比较纯净的腰带这边发出来的一个带击音这个带击音也是没谁了。那么大家应该可以听到它这里面台词啊，它是说瓦雷六，也就是说这个瓶子啊是被夹碎了的了。估计在设定中的这个瓶子应该是被这两边就是夹了这边出现裂痕的。所以这个又是 Scratch Driver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了。之前呢它是夹软的东西直接是挤扁了，这次夹硬的东西把硬的东西都夹碎了整个设定让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带感的。然后之前最后变完身之后呢，腰带会喊一声不哎呀不行，我舌头发不出那个音啊。这次呢它改成了欧拉是不是那个欧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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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知道以后有没有会牡丹牡丹牡丹不会那么现在我们再来挤一次，发动一下必杀技这次的必杀技剧中那个太厉害了。这个也很牛逼啊！这边腰带先发动这个必杀技音效，之后完了之后，这边瓶子还有一段音效，太强了！这次这个必杀技算是什么？空中的这个鳄鱼剪刀腿，这个必杀技让我联想到以前 Oz 也有一个对吧类似的，因为它里面也使用到了 Crocodile。那么大家这次应该也看到了，它的另一个必杀技呢是使用这次的新的烟枪进行发动的。那么现在就来试一下吧。烟枪并没有能够触发到这个瓶子的本身的音效和光效而且因为它这个内部装了很多元件在里面，它后面等于说是不透光的，所以说这个枪这边发的光没有办法从前面这样透出来。那么既然使用了这把烟枪呢，我们就再把它和之前的这个 Blade 进行合体。在这个状态下再使用一下这个 Crocodile。
对于这个鳄鱼瓶子，它是有一个个体识别的，这还是不错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拿鳄鱼瓶子和比利多多瑞宝进行一下联动。我们首先来听一下单体联动话是这样一个音效吧。这在使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比利多多瑞宝，因为你摇这个手柄的时候啊，它下面这边里面两个联动地方有两个凸起，会这样上下移动的。我们在插这个鳄鱼瓶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注意把下面这个凸起，我们用手把它给按下去吧，把这个手柄的部分啊调整到这边的凸起是平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呢才能避免一个误触发音效的一个情况啊。这次果然也是两边都有发出音效和光效。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它随便和别的一个瓶子进行一下联动啊，看一下 Toleiariform 是怎样一个音效。那么这一次呢，鳄鱼瓶子我让它从这个音效开始。总体联动起来，这腰带这边的音效是没有改变的了。只不过果然是从这个噔噔噔噔噔噔的这个启动音开始，听上去呢会比较连贯啊。我们再摇一下，发动必杀技。那么最后我们来试一下这一次的，应该说是隐藏音效吧，因为说明书上都没有写。这次的 Crocodile 是有 Best Match 的，而和它匹配的这个瓶子，这个其实不算瓶子啊，这个是同期发售的烟枪里面附属的这一支尼莫弓。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拿这两个瓶子进行一下联动。怎么说呢？主要是因为这个 Crocodile 它在出腰带音效的时候，它自己也在很吵，而且它这个音量也非常大，所以说实话，这个 Best Match 之后的那一句台词，大家应该也都听得不清楚吧？如果我没有打字幕的话，应该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吧。那么再摇一次手柄，发动必杀技。那么接下来我要做一个呢，估计肯定会有人问，但是其实没什么卵用的验证了。首先呢，我们先和这边的 Close Dragon 我们来试一下，鳄鱼和它插进去会有什么样的联动吧？什么都没有啊，真的是什么都没有。那么这一把是旧的烟枪，我们来试一下吧。
啊，它识别成了 full bottle 了，也就是说也并没有新的音效，没有个体识别。好，那么下面一个没什么卵用，但肯定会有人问的这样子的一个验证呢，就是和 Hazard Toliga 进行一下联动了。那么肯定还会有人问，这个马克思哈扎东是怎么样的呢？哎，真的，我试给你们看吧。好，那么介绍完了鳄鱼瓶子，大家就顺便看一下这次大家估计都不怎么关心的这个新形态的 Best Match 吧。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次的这个玫瑰直升机啊 ，Rose Copter Full Bottle。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造型的，一个是颜色也比较符合我的心意，第二个它的这个必杀技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感觉它这个玫瑰的武器对小朋友们来说是不是过于刺激了一点哈？我们来看一下包装一如既往的一个风格，转给大家看一圈吧。背面是这样一个感觉很帅很帅，我真的觉得这个形态很帅。好，那么里面的实物是这样子的2个瓶子首先这个玫瑰很漂亮，我现在感觉我快要爱上这样子一个设计了就是中间的这个部分有涂装，其他地方比较透明里面呢是一个红色的液体吧，当然顶上的盖子也是可以旋转的。整个瓶子的造型呢是这样子，然后上下这是可以摇动的。那么这边的直升机直升机的这个造型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这样子朝你冲过来，这个直升机不知道谁画的，有种像是哆啦 A 梦里面的那种画风那种感觉然后侧面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透明蓝的一个液体，然后瓶盖当然是可以转的了，当然也是可以摇的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和腰带进行一下联动。这个音效背后的 BGM 也是很有味道。然后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它的必杀技。然后之前很多人又说为什么每次 Best Match 之后一定要再展示一下必杀技呢？不是说音效都一样吗？你们觉得我会漫无目的的做这种事情吗？你们可能只在意音效，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了，不同的 Best Match 插进去之后，这边的光效是不一样的。可能你们不关心，但是总还是会有别的人关心。就像刚才我做的那几个没有意义的验证一样，就是会有这样的人来问所以为了让大家看得更彻底明白一点，我只能连这样子的部分也做进去了，也就摇一次必杀技了，还没有我说话浪费的时间多呢。来。发现一个问题这个
直升机的这个光效是不是颜色有点不太对啊？这个怎么看都是，再怎么说也应该算是蓝色的吧？这个怎么啊？这边出来的是绿色的一个光效，这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个让人感觉有点迷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组 Best Match 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河面上，它是一个3D CG 啊，所以说正片应该不太可能会登场啊，估计在街机里面能看到。这个形态呢，感觉造型上看上去也不是太好看吧。随便吧，这个不出皮套，我个人觉得是无所谓的。啊，这一组是タートルウォッチフルボトル，包装整个样子啊，给大家转一下看一下。背面是这样一个感觉。这个非常原亮的颜色，我真的个人感觉可能这个不是特别中意吧，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对这个造型。地面是这样子的。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把，这个网把好像是海龟是吧？特制，然后它正面呢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原亮色的一个感觉，周围是有一点磨砂质感的一个透明色。所以中间这个网把还是非常的显眼的啊。侧面来看的话，里面可以看到应该是个绿色的液体啊。尽管是磨砂的一个质感，不过估计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转一圈是这样子的感觉。当然是可以摇的了。平开当然是可以转的了。好，接下来这一只手表，这个厉害了。整个表盘都有做出来啊，虽然没有精细到说把1、2、3、4、5、6、7、8、9、10、11、12这样做出来啊，但是刻度有这样子刻出来啊，非常的精细啊。侧面也是一个磨砂的质感，里面姑且看得出大概是有个黑色的液体在里面吧。外周转一圈是这样子，然后瓶盖可以转，液体可以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拿这2只瓶子和腰带进行一下联动。我只想说一句啊，这一次这个Best Match还好不是另一种水里的生物啊，不然你们这边弹幕还控制得住吗？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摇一次手柄，发动必杀技。好了，那么今天的评测内容呢就到这里，简单点评一下吧。这次2组新的 Best Match 呢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玫瑰直升机是我个人感觉比较喜欢而已。那么这次主要是这个鳄鱼瓶子啊，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满意。这个音效、造型、光效我都找不出可以批评的地方啊。另外一点就是对这个 Thrush Drive 我等于说是评价又上一层啊。尽管我知道它的总的音效数量呢，确实是比不上这个比瑞多多莱吧，但是它整个玩法就让人感觉到万代非常的用心啊。从之前的挤压果冻到这次的把瓶子挤裂了，这种想法可以说是非常刺激人心的。那么今天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还不要忘记投币、收藏以及点赞，谢谢大家，再见。